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这季第一支的老头影片来啦。这次的流派是判官西游西电报刀。这个流派呢，也是我这几天在人之网看了好久才决定要玩的。这季判官比较红的应该是火斧西游西报刀，劝局也有做过刺客版本的介绍了。而我使用的是库鲁马克的灵杖，然后把物理全部转成电伤的电报刀。因为我没有玩过西游西的火爆刀，所以不知道伤害的部分哪一个会比较高。只是单纯玩电的比较少，所以我就决定玩了这个电伤的版本了。以往的爆刀都需要按2个按键，在刷图的体感上还是比较差一点，而西游西版本则1个旋风弹就可以解决，算是真的很适合懒人使用。一开始组的时候伤害比较差一点，后来改了一些装备和新团，才把伤害拉到算满意的程度。整体的流派构造还蛮有趣的，玩起来的伤害和生存也都不错，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参考一下了。接下来就来讲一下这个流派是如何运作的。基本上就是用旋风斩串暴击释放加虚空岛屿，另一组技能则是复仇串暴击释放加剑刃爆破。复仇这个技能是，当你被击中时，有机会对怪物进行反击，可是你也不可能站着被怪打来触发，这样子就太没有效率了。所以我使用传奇的头盔禁语，这个的头盔功能在于，当你消耗魔力时，你就会承受魔力力量4倍的伤害，进而触发复仇这个技能。这个技能在打到怪时，暴击再触发剑刃爆破。以上就是完成这2组西游西的流派机制了。那接着再来讲一下装备的部分。武器我是使用库鲁马克的灵杖，这把杖本来是想玩别的流派才买的，可是没有做起来，就把它拿给判官玩西游西了。词缀必挑法术伤害和获得额外混伤，这一条尺是主要的伤害来源，其他可以挑暴击加成或福包等级都可以。我是因为不想买太贵的武器，所以才挑了这一把专注2倍伤害的杖。其实这条尺还蛮不错的，可以当作是打王时爆发使用。如果不想花太多钱买武器的话，也可以使用灭碎疗杖，伤害只输好值的库鲁马克一点点而已。在忍者网上使用库鲁马克玩西游戏的人不多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头盔则是刚刚有说到的禁语，玩这个模式的话就一定要用，不要到时候再来问我为什么不会触发。衣服我使用达佩尔钢格伪装，也就是世界网掉的这件衣服。这件衣服给了极高的暴击率，非常的方便。虽然价格不太亲民，不过一件衣服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还算是蛮推荐使用的。如果你想穿双爆加和加一咒的也可以，不过在其他的地方就要补一下暴击率的问题。项链使用加2宝石等级的项链，基底挑敏捷的会比较好。这一条是之前做的，然后我懒得再重做一条，所以就先拿着用了。有涂上了冲冷之金弓，主要就是拿红球和绿球会比较方便。一颗戒指拿刺客印记，另一颗单纯的补生命与抗性。手套、腰带、鞋子都可以自由发挥。鞋子我是用之前就做好的，不用做到这么好也没关系，除非你想上2档或3档之类的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做冷却鞋。虽然我不知道用复仇触发的西游西有没有套用到档次的计算就是了。接着再来讲一下我用了哪一些珠宝，最重要的是看守之眼，词缀是雷霆的误伤转电伤。这一条尺可以把40%的物理伤害转成闪电伤害，虽然我还没有洗满，然后搭配异常的物理转闪电，就可以达成100%的物理误伤转电伤了。然后天赋盘左边放一颗希望之选，主要就是拿左边的伤害和上面的迷人容器，一个辉煌的虚荣，选多尼亚里的献祭这一词，拿腐化之魂的能量护盾。女巫上方用了一颗神感，这一颗给的东西非常的多，还是建议要玩的人买一下会比较好。然后用一颗巨星星团拿法伤和法格，如果没有妄想症拿封建霸主的人，建议巨型你就用长杖的拿封建霸主了，毕竟有护体的话生存能力会好很多。之后使用了一颗诅咒的中型星团，词缀用斜眼和球石拿扑杀和致盲这样。最后就只剩下一颗一般的珠宝了，可以找生命和爆加成相关之类的。那这只角色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这一季实在是很多人都在玩西游西，也很多人玩1个多月就退坑了，可能联盟机制和上一季太像，也比较没有兴趣了吧。这一只角色比起死灵法师西游西造价来说便宜了一点，不过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吃力，所以建议还是有一点资金再来玩吧。
那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